有收到遥测信号。鱼头 ，JX 号在轨卫星突发故障，不管你在哪里，立刻结束假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西北卫星测控中心。后备箱。怎么着？老胡一个电话直接过来了。新宇所里拿的资料，赶上了飞西安的最后一班飞机。哎，你怎么在外面？我从北京过来的，比你早到了一会儿。老胡说你也来，我就等着你一会儿。现在什么情况吧？所里没细说。进去再说吧。两位是158所的同事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这是2位的通行证，跟我来吧。好。这边。JX 之前一直运行正常，可是昨天夜里第一天过境的时候，地面站没有收到卫星的遥测信号。西北测控中心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咱们总体。地面站王发测控应答机发射模块切换飞机质量，连发了3次，还是没有接收到卫星所发出的遥测信号，直接失联了。嗯，切换到背机也没信号了。JX 卫星测控应答机的主备机是异构备份的，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极低。可是已经发生了，咱们俩是咱们所先到的，其他参加过 JX 的同事身上都有任务，明天才到啊。李主任，韩光、阳光，咱们158所的同事们到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2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测控中心测控技术部的李主任，这位是我们测控技术部的杨工、韩工。158所关在 JX 总体主任设计师，158所玉图 JX 总体主管设计师。胡所在太原出差，还有其他工作没有忙完，最晚明天下午赶到。太好了，辛苦了，小吕啊。没有，接待都准备好了吗？招待所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先不急，李主任，我想先了解一下 JX 在轨的最新情况。来之前提交的昨天晚上第2圈、第3圈的指令单，发射后恢复下行信号了吗？是这样，入境的时候指令已经发送，但是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接收到下行信号，切备机指令盲发后均没有反应。相关的设计文件和图纸我们都带了，近期卫星的在轨遥测数据都准备了吗？我们都在电脑里准备好了。那就一块找找原因，找到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哎，没事吧？岁数大了，稍微熬个夜就头昏眼花。以前搞机头啊，几个晚上就几个小时我都不用。我先睡了。
又接到了部委用户的电话，国家投了那么大的一笔经费做卫星，现在业务中断了，部委一直在追问情况。我们是不是找找别的方向？别一直盯着应答器，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另外，轨道有没有可能已经偏了？咱们盲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上了。电源分系统近期的在轨数据我都看了，遥测数据都在正常的预知范围之内。轨道数据我也看过了，与预定的设计轨道吻合程度比较好。不过我和关总，我们是搞总体设计的，最终的结论还是要等电源和总体轨道设计师来了才能定论。没找到，但是找到一个可能性。走，去开会。高能粒子本来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何况能量大到同时影响2台产品，这有点太凑巧了吧？之前，大家一直在卫星本身的问题上打转，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我往外因上想了想，想到了关于前段时间看到的太阳风的预报，就去国际空间环境网上做了些查询，的确看到了相关信息。刚才等大家过来的时候，我和关总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最终的确定，还需要做大量的运算和仿真。这期也的确是热备份，难道真的撞大运了？今年的确是11年一次周期太阳活动丰年，马上联系中科院空间组，让他们帮我们赶紧确定昨天 JX 号轨道空间卫星详细情况。好，我马上发纵容过去。李主任，158所的胡所长和参与研制 JX 的同事们来了。哎呦，老李，哎呀，胡总，我提前到了。哎呀，抓紧时间办事儿，连夜坐车赶来了。咱俩就不寒暄了啊。JX 的最新情况怎么样？你看我这都气得快冒烟了。这几杠 X 是我转行政岗前最后一个信号，要是真的这么丢了，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去。胡总，你先定定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能性，还在等确认。中科院那边回复了，的确在卫星在轨故障的时刻发生过太阳风暴事件。赶紧做仿真验证，确定卫星轨道以及故障时刻和太阳风暴的影响导致小高能电磁暴范围是否匹配。好。要多久能出结果2个小时以内。那还来得及在今天抢救。总体轨道岗立刻进行对卫星轨道的计算，推算出后续卫星精准的过境时间。测控西雾岗组织进行指令编写，电源岗符合之前星上的能量情况，确定是否存在供电安全。另外，太阳风暴只是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最大的原因，但还要等确认的结果。其他人要想一想，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关仔，总体要随时掌握最新的进展，1小时给我一报。是。
经过仿真验证分析，的确发现 JX 号卫星在昨天夜里第一次入境前，恰好遇到了11年一次的高能粒子群，能量极大，2台测控应答机很有可能均受影响，同时发生了单粒子翻转，影响了整个卫星的通讯系统。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制定好了抢救措施。我们应答机的接收指令功能是模拟电路大的，不会受到单离子事件的影响，所以在下次卫星过境的时候，同时忙发2台测控应答机，重启指令。如果卫星能够顺利接收指令的话，应该可以恢复电子设备的正常功能。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1分钟后入境。卡35卫星测控应答机发射模块双击重启指令，佳木斯站已发送。遥测了，卫星遥测已收到，信号正常，请各系统抓紧判读。卫星状况怎么样？自轨控分系统异常，没有3轴稳定对地。电源分系统异常，电源放电过量，与之前预想的耗电量有较大差异。我们之前考虑过高能粒子对于自轨控分系统的影响，并且针对这个情况制定了预案。电源分系统异常，应该也是受到了自轨控系统的次生影响，应该是因为太阳翻版在阳照区无法正常对日，导致电池放电加深。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的降低卫星功耗，保证卫星的能源使用，以及尽快的矫正卫星姿态。现在按照预案发送指令，关闭所有不必要设备，减小用电量，同时发送卫星对日定向指令，使卫星翻版对日。卫星已飞出测控弧段，下一圈入境时间为20点03分。各岗位注意，昆明站报告，卫星已入境。根据遥测显示，自轨控分系统异常，卫星并未转入对日定向稳定模式。又要熬通宵了。把改好的合同发到我邮箱啊，最新版的啊。小朱，过来。兰兰，这2天晶晶怎么回事啊？连着3天来工作室了。好像和于老师吵架了。于老师这几天都没出现。不会吧？不是挺好的吗？晶晶啊，告诉你个好消息，离岛那边的合约返回来了，条件还不错。而且呀，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来谈的电视剧报的片酬又涨了。我值那么多钱吗？啊？我是说，一个戏最多会拍5个月，我值那么多钱吗？当然值啦！你看看你拍的戏，电视台还有视频网站都抢着要，广告商也抢着植入，那电视台跟视频网站不亏，咱怎么就不值了？现在2线演员都敢要这个价格，何况你呢，是实打实的大1线。我不
不是跟他们比，那你跟谁比啊？我想这些是不是太矫情了？哎呀，其实也不是矫情不矫情的事情。你想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就是这样，你不拿，别人也会去拿，而且啊，你不拿这个钱，你拍的片子，片方也会按这个价格卖，那差额去哪儿了？最后就到了投资方的腰包里面。真的不是矫情不矫情的事情，是你想这个事儿没有意义。那我再问你，如果说有一个戏来找你，片酬几千万，你会说不行，我只要几百万吗？不会。所以啊，你想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好好拍戏，别出幺蛾子，对得起人家的作品，对得起人家的钱，把我们该做的慈善实打实的做好了，这就可以了。你看看你干嘛呀，愁眉苦脸的啊？怎么忽然间想到这个了？于老师呢？那行吧，那我先走了啊。开心点儿。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你帮我看着他，要是万一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先走了。好，放心。我出差一段时间，归西不定。这个数据得核对一下，对，然后记下来，啊。李工，先吃饭吧，食堂1点钟就关了，饭还是要吃的。我说这么眼熟呢，今天看见他的广告才想起来，那天你的那个同学是乔晶晶。师母，不好意思，才看见你的微信。是的。吃饭不叫我啊？啊？看你怕桌上睡着了，就没喊你，给你带饭了。就外边吃吧，透口气儿啊。这岁数大了不比从前，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忘快。哎，干嘛不叫点面？来西安不吃面，啊？油泼面、臊子面多香啊！哎，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吃啊？面条容易坨，讲究。哦，对了，刚刚出来的时候得到个消息，欧空局的地谷布拉赫号也受到了太阳风的影响，情况比我们还严重，已经宣布放弃抢救了。布拉赫号，去年才发生那个，据说是直接影响了供电系统，没救了。
JX 也才发射1年多，原本的设计寿命是5年，任务还没完成呢，还有好多信息没看。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文艺啊？我纠正一下，JX 呢是看地球的。这是玉兔号的微博说的，有个人跟我说过，你就是不学无术。你乐观点儿 ，JX 不会像布拉赫号，至少我们已经成功对日定向正常充电。哼，这几天啊，一关一关的，真是够刺激的。我们想到了资轨控有可能出现异常，也没想到主分接口也坏了。哎，对了，目前对地定向的姿态机动只能靠背击实施，我们还是得把实施策略稍微优化一下。我回去了。哎，还没吃完呢。吃完了。工作狂。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1分钟后入境。可别在哪里有不对了。各岗位注意，佳木斯站报告，卫星已入境。根据遥测显示，各系统工作正常，具备姿态机动条件。马上按照预案，发送卫星对地定向指令训练。卫星已进入对地定向模式，姿态正常，各系统参数正常，具备继续执行在轨任务条件。老李啊，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抢救了这颗卫星。哎，这是我们的责任，木星人嘛，卫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嘛。对。还得让这帮年轻人早点休息了，这几天都没怎么睡。不错啊，你们所的年轻人都好样的。你们单位的也一样，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敬业、执着、有理想，是我们航天未来的希望。